朋友们，你们喜欢这样的感觉吗？身处大山里面，鸟语花香，知了的叫声，偶尔呢有几声狗叫，还有鸡叫。我是个人很喜欢这样的一个环境。今天呢，闲得没什么事，我们又往山里面跑，继续为大家分享山里面一些闲置的农房。那今天我们要去看的这栋房子呢，在整个村子算是地理位置比较高的一栋房子了，院子也挺大的，车子呢可以开到家门口。在家门口的位置呢，还有一处水井。那接下来呢，我就换个镜头给大家一起来看一下。这是进入村子的道路，都是水泥路面，宽将近有6米左右，还挺好走的。但是上山的路呢，有点弯弯曲曲。我们要去看的房子呢，就在镜头的前方。我的车已经开过去了。这边是有一处水井的，平时村里面的饮用水都在这里。但是现在有个现象啊，每家每户都放上一根管子，从井里面把水给牵引回去。不像以前啊，还到井这边来洗衣服、洗菜，来挑水回去。现在放上这样的管子，就方便了许多。但是啊，也丢失了很多东西，比如说乐趣吧。我记得我们家以前也是从小在农村里面长大，村子里面的水井是最热闹的一个地方。吃过晚饭之后啊，小孩子在井边洗澡，然后呢，大人洗衣服，还有洗菜的。我在想，镜头前方的这口井呢，以前估计也是这样的场景。在外面呢，有个蓄水池，那边还有个小的蓄水池，流出来的水，大家都在这边洗衣服、洗菜，一起聊天，小孩子洗澡，其乐融融。但是现在呢，每家每户都用管子把这边的水呢给引回去了，这样的现象是越来越少。估计啊，还是因为现在的年轻人啊，都往城里面去走，老年人行动呢越来越不方便，所以把水引回去，这样的水井呢，大家来的也是越来越少。还有个非常现实的情况，就像我们要去看的这栋房子，结构主体都非常的好，但是主人家已经是搬到城里面去住了。他们家的门口啊，这边种了一些果树，有柚子，还有金蛋子。这边呢，种了一些本地的小西红柿。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些小西红柿，吃起来是味道特别好的。一般呢，我们都喜欢等它红了之后，把它摘下来，在锅子里面炒一下，然后放点辣椒，非常的下饭。这边啊，还有2棵紫薇，这个时候开了花，很好看。他们家的院子很宽，这边呢是没有做硬化的，铺了一些沙石，但是这边呢都长满了杂草。我的车呢就停在这里，上面呢还有一户人家，应该是整个村子最高的一户了，不知道通不通车啊。在农村里面啊，不担心吃的蔬菜，你看随处可见这样的冬瓜。他们家的地理位置是非常高的，一眼看过去啊，下面的房子显得矮了许多。我一路呢都是沿着盘山的马路开车上来的。那边还有一处鱼塘，很小，就在镜头的前方，给大家看一下，在那个角落。
一个小鱼塘，常年呢也是流着水的。那边还有一户人家，地理位置也很好，很高，但是那栋房子呢住的有人。我们来看的这栋房子啊，是有好几年这户人家呢都没在这边住了，每年冬天过年的时候会回来几天，其他时间呢都到城里面。这是他们家的一个以前养猪的猪圈，但是现在也时隔很多年没有养猪了。旁边是一个旱厕。这是3住4的房子，房子的进深呢将近有6米左右，楼层高度将近有4米。房屋呢是显得比较陈旧，外墙的木板呢颜色也比较深。整个这栋房子呢是有4间，那边是堂屋，其他地方呢都是卧室。像我们现在看到的这间呢是一间小卧室，窗户呢也留得比较小，有单独的一道房门。和之前我们看过大部分的房子差不多。2楼呢是不住人的，堆放的是杂物。一般啊都是住在1楼。大门口呢是在这边，门上呢还贴了把门将军。旁边呢也是卧室，卧室呢都是留有单独的门可以进入的。我倒是发现这户人家呢很讲究，以前可能村里面不通车，他们家是从山里面采了很多石块，然后呢叫石匠打磨出来，变成这样的石板，铺在院子里面。大家也可以看一下，虽然是凹凸不平，但是整体给人的感觉是非常舒服的。整个院坝呢将近宽有80来个平方左右，外面是没有打围墙的。底下的这座土坎呢将近高有5米左右。门前的视野是特别好的。今天是早上起了一点点雾，要不然可以看到对面的山头，那边呢也是花园县的县城。门口有几棵杉木树，在夏天的时候啊，可以适当的遮点太阳光。这栋房子啊，距离城里将近有17公里，距离镇上有5.9公里。这边的海拔差不多有650米左右。这是一栋坐北朝南的房子，采光是非常好的。我们来看一下这栋房子的屋顶，盖的呢也是本地的青瓦。这样的青瓦需要2到3年检修一次。像这边啊，也是临时盖的树脂瓦，可能是屋顶上的瓦片呢，掉落了之后，没有新的瓦片再去换，直接是买的树脂瓦给它盖起来。对于木房子呢，这样起到一个保护的作用。现在我们是没有拿到钥匙啊，无法进去的。刚才我们是通过村里面的邻居了解到这栋房子。那他们家这边呢，还有一处偏房，也是他们家的厨房，是砖结构的。门口这边有几个石凳子，平时闲暇之余在这边坐着吃饭也是挺不错的。房子啊是通水通电，还是挺方便的。水龙头呢是直接牵引到院子门口。当然农村里面啊大部分喝的都是山泉水，基本上自来水啊大家都很少去用。门口这边还有一棵板栗树，但是不知道什么原因啊，整个板栗树呢是被截掉了上半部分，
但是底下的树枝呢依然是长得非常好，还结了板栗呢。到秋天打完谷子啊，板栗就成熟了。这边是一棵桃树。这户人家呢，我发现他们家的菜地是不在院子里面的，就是我们刚进来的时候啊，那里有一小块是没有硬化，当然给它挖出来的话，清掉一些石子是可以做菜地的。在他们家的旁边啊，还有一栋砖房，也是他们家的房子。看房子也是建得很好，但是呢，每年也是回来住那么10多天，都是处于一个闲置的状态。这栋房子啊，建了差不多有8年左右了吧，是一栋砖结构的平房。门口呢种了一些橘子树。其实这栋房子啊，它的视野也是非常开阔的。我们走到这个角落，可以给大家看一下。背靠大山，面朝着也是大山。底下呢是有一栋木房，比它就矮了许多。看视野开阔，给人的感觉就很舒服了。整个院子呢都打上了围墙，用砖砌的。这边是专门不硬化，留了一小块的菜地。这旁边呢也是一小块菜地，当然现在里面种满了橘子。这些橘子树啊是每年都会结果子的，差不多就是这样的一个情况了。很多人说在农村里面的生活压力会比城里面小许多。看过我的视频，大家应该都清楚，在农村里面虽然条件是比较艰苦，但是它的生活节奏是没有那么快的。每天9点10点钟起床，然后呢煮点早餐，到地里面去种点菜，养点小猫小狗，养点鸡鸭。一年的生活可能就是这样子，没做什么，简简单单，就是养活自己吧，就是这样子，我觉得挺安逸就行了。就像今天我们所来到的这个村子，给人的感觉都是慢悠悠的。反正大山里面就是这样的一个情况，可能生活起来压力没那么大，条件呢是艰苦了一些，但是环境也是非常好的，吃的呢也都是绿色无公害的食品。那处在这样的一个环境，朋友们，你们喜欢吗？如果换作是你愿意来到大山里面定居养老吗？欢迎大家在视频里面留言告诉石头。那这期的视频呢，就为大家分享到这里。如果你也喜欢我的视频啊，还请记得点个关注。我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